在 PlayStation 的誕生歷史裡，外界往往更容易看到它後來的輝煌。但如果回到最初那幾年，你會發現 PlayStation 這台主機從來都不是在一片歡呼中成長起來的。它的誕生、擴張，甚至後來的成功，背後一直伴隨着索尼內部複雜的支持、分歧、博弈，甚至激烈的衝突。這段歷史甚至可以用7個字來概括：索尼的愛恨情仇。對於索尼來說 ，SCEI 是其进軍遊戲市場的戰略組織。那麼，對於這家由索尼與索尼音樂各出資50%成立的公司 SCEI 而言，索尼又是怎樣的存在呢？反過來說，索尼當初又是懷着怎樣的想法才下定決心成立 SCEI 呢？當時的大和典雄作為索尼最高层，明確表示自己想成為 PlayStation 這項事業的最大支持者，但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親自盯着這項業務，於是便讓伊庭堡負責具體的管理。這裡說的伊庭就是曾經擔任索尼副社長兼首席財務官的伊庭堡，當時他的職務是索尼專務。大和典雄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伊庭君與久多良木君經常爭論，發生衝突，而久多良木健常常直接跑來向我申訴。負責實務的伊庭堡則這樣說，大家都在說 PlayStation 是風險創業成功的典範，但我並不這麼看。它終究是索尼式的創業，畢竟它能夠充分動用索尼的人才、資金、製造設備等資源，所以和一般意義上的創業公司立場完全不同。1992年夏天，伊庭堡從索尼生命回到索尼本社，負責經營戰略部，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研究新業務。久多良木健也經常出入那裡。伊庭堡後來回憶道，他老是在那邊鼓吹一些像做夢一樣的構想，到處遊說別人接受。不過老實說，我當時根本想象不到 PlayStation 最終會發展成那種規模。說實話，我覺得這個事業不做做看是不會知道結果的，甚至我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不行，可能就得把它收掉。但即便如此，久多良木健的話依然有一種極強的說服力。那是一種靈感，一種很獨特的東西，該怎麼說呢？對，是夢想，但又不只是夢想。久多良木健會讓你覺得這件事或許真的有實現的可能。正因如此，我才會覺得，既然是這家伙說的，那我就應該全力支持他。索尼裡像他這樣鋒芒畢露又如此自信的人並不多。他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很會設立目標，他會提出非常高的目標，但不是那種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建立在驚人的學習和研究之上。你每次見到他都比上次更有進步，懂得更多。他把目標建立在對半導體工藝、設計規劃、演進速度等問題的扎實判斷上，所以他的話才有說服力。1992年到1994年間，索尼正處於艱難時期，甚至營業收支都跌入赤字。全公司範圍內都在抑制投資，積極性的業務活動也被壓縮，內部氣氛十分低迷。但伊庭堡的方針卻是讓久多良木健他們放手去幹。伊庭堡說，正因為那是個苦悶的時代，所以公司裡反而更應該允許一點明亮而有趣的事情存在。伊庭堡推動的是合資公司構想，雖然也有人考慮過在索尼內部直接開展遊戲業務，但伊庭認為遊戲生意裡硬件和軟件是不可分割的，兩者應該一起做。於是他親自去找索尼音樂談合作，但出乎意料的是，丸山茂雄的第一反應竟然是我不想合資。在伊庭堡看來，丸山茂雄是史詩索尼遊戲制作的核心人物，也相當於久多良木健陣容裡的老大哥。所以他原本以為關於與索尼共同成立合資公司的計劃，丸山茂雄應該會欣然點頭，可現實確實不同意。丸山茂雄之所以拒絕，是站在索尼音樂的立場上考慮。丸山茂雄是這樣對伊庭堡說的 ：PlayStation 這個業務對索尼音樂來說風險實在太大，最好還是把主體放在索尼本體那邊，而索尼音樂這邊最多只承擔軟件制作的一部分工作就好。事實上，索尼與索尼音樂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樣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索尼本體這邊常把索尼音樂視作旗下眾多子公司之一，但索尼音樂自己卻懷有一種不借助索尼本體力量也能走到今天這個地位的自豪感。所以在索尼音樂內部，並沒有因為母公司說的就必須照辦這樣的說法。丸山茂雄的設想是將索尼音樂的業務範圍限定在軟件這一領域，是在這方面參與，而包括平台運營在內的遊戲主業務則依然由索尼本體來負責。但伊庭堡一步也不肯退讓，唱片和遊戲商業結構是不一樣的，唱片是事實標準，是開放格式，所以硬件和軟件分開發展也能成立。
但遊戲是在各個平台上的封閉格式，本來就沒有分開做的必要，所以應該一起做。伊廷堡後來對此解釋說，索尼音樂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如果要一起做，就不可能放在索尼公司內部直接處理，形式上只能走合資公司的路子。而久多良健也經常說，索尼內部的官僚主義會成為業務推進的障礙。對伊廷堡這番說法，丸山茂雄則回應道，這是伊廷先生特有的一種修辭方式，3DO即便失敗，松下也会受太重的傷。但對當时的索尼音樂來說，那可絕不是輕傷就能了事。說到底，我們真實的想法就是能躲就躲。如果這個點子是第三方拿來的，我們絕對不會做。然而伊廷堡還是強行把索尼音樂拉了進來，最終實現了合資公司的形式，最終還是變成了這樣。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捲入得這麼深，因為這件事的風險實在太大。丸山茂雄在索尼音樂內部擔憂的不只是丸山茂雄一個。索尼經營企劃事業擔心遊戲業務會像流水一樣不斷燒錢，最終把索尼音樂上市時獲得那點溢價全部耗光。但既然合資已經決定，索尼音樂也不可能再裝作與己無關。既然已經承擔了風險，就不能再後退一步。既然事情已經走到這一步，那就只能認真幹了。丸山茂雄。而且這已經不是部分參與就能了事的階段，而是必須全面投入到 PlayStation 業務之中。大賀典雄說，50:50的資本結構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50:50本身就体現出硬件和軟件各占一半的重要性。有人說对半出资的經營最難，因為雙方一旦意見不合，公司就不好管理。可別忘了，雙方最高的經營責任人都是我。既然如此，我來拍板就好了，事情自然就能解決。伊廷堡当时说，虽然正值投資壓力極大的時期，但在財務上，索尼依然會按照持股比例承擔一半的支持，所需資金也可以自由使用。不過他也沒有忘記叮囑曾經的部下德中輝久，這一點你可一定得千萬注意，一定要讓現金流保持為正。伊廷堡有一句信條，利潤是意見，現金才是事實。現代會計制度是為了監督企業在一定期間內進行了什麼樣的經營活動而設立的。但所謂利潤是意見，意思就是利潤這種東西會因為會計處理方式不同而顯得多一點或者少一點。也就是說，利潤的形成帶有某種人為判斷，因此光靠損益表並不能準確判斷一家公司的真實狀態。真正能夠精確反映企業狀況的是現金流，所以現金才是事實。在美國，企業用現金流進行管理早已是理所當然的事。股票價格的形成邏輯也以現金流為基礎，索尼也參照了這種思路。伊廷堡說，這是索尼在1992年到1994年那段艱難時期裡得出的想法。當然，新公司也把利潤加折舊後的現金流作為最重要的管理指標之一。即便是從現金流角度來看，公司經營方式也會因為其現金流頭寸是正負而不同。所謂正的現金流头寸就是手頭有現金，負的現金流頭寸就是现金不足，只能靠借款維持。依損表方面，公司在創立初期出現赤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一旦事業成功，虧損會逐漸被填平，最終轉為盈利。而從現金的角度看，公司則是從負狀態逐步走向正狀態。SCEI 當然也不例外。所謂以現金流來管理，本質上就是如何把公司經營引導到正向現金流狀態，如何創造現金，以及如何高效使用這些現金。伊廷堡曾這樣對德中輝久說，減少庫存，盡快把貨物變現，及時回收應收賬款，這是改善現金流最有效的手段。收到伊廷指示之後，德中特別重視的是賬期設計，也就是應收賬款回收以及應付賬款支付的方針。德中輝久這樣說，通常情況下，企業隨着成長，資金需求會不斷增加，現金也會變得越來越緊張。所以我們在設計回款賬期和付款賬期時非常謹慎。我們反過來設計成，企業越成長，現金流反而越寬裕。具體來說，就是嚴格確保銷售貨款的回收。在此之前，行業裡通過批發商流通遊戲軟件時，普遍帶有一種整批出貨、打包甩賣的感覺。因為批發商自己承擔了較大的風險，所以賬期自然會拉得比較長。但 PlayStation 所追求的平台邏輯是盡可能提高周轉率，而這一點恰恰成為了維持正向現金流的重要王牌。因為 CD-ROM 可以迅速補貨、迅速重版，這種介質特性意味着風險會更小，也就沒有必要把賬期拖得很長。在過去的遊戲傳統批
發時代，常見的賬期是月底結算，次月底回款，而 SCI 實施的則是每月25日結算，次月10日回款的短賬期，從而盡量讓現金停留在自己手裡。德中輝久對此解釋說，回款這件事說到底就是意志問題，就是始終要強烈的想着一定要這麼做，一定要收回來，因為我们把賬期做得比行業慣例更短，零售商常常會抱怨，但我們每次都耐心說明，爭取理解，然後努力的去回收貨款。我們是帶着強烈的現金流意識來掌舵的，尤其是1993年7月20日，在由大和典雄出席的商業計劃檢討會上，德中輝久提出了所謂松竹梅3檔模擬方案，並基本獲得認可。當時他還請求獲准，請允許我們把啟動資金最多使用到90億日元。既然有過這樣一段經歷，德中輝久對於現金流頭寸自然格外敏感。結果幾乎可以說發生了奇蹟。德中輝久後來回憶說 ，PlayStation 的業務是在1994年底正式啟動的，但自那以後，以月度結算節奏來看 ，SCI 總算能夠始終維持現金流為正。為了項目啟動所使用的資金，雖然真的非常極限，但總算還是守住了與大和典雄約定的90億日元上限。儘管公司在初期依然存在累積赤字，但現金流卻能做到為正，這正是伊庭堡與德中輝久兩人想法高度一致的結果。到了1997年財年結算時 ，SCEI 已經實現了驚人的躍升 ，PlayStation 貢獻了索尼合併營業利潤的大約22%。伊庭堡對此讚不絕口，在索尼集團裡，沒有其他哪家公司能夠單獨創造出這麼大規模的利潤。對索尼來說，這也是巨大的貢獻；對索尼而言，簡直可以說空前的成功。歸根結底，正是因為做成了獨立公司，才有了這樣的成果。到這裡為止 ，SCEI 的故事看起來還像是一個被索尼保護下成長壯大的成功案例。但索尼與 SCEI 之間並不是單純的支持與被支持，兩者關係中同樣存在必須跨越的摩擦與衝突。1995年5月11日，洛杉磯，在遊戲行業專業展會電子娛樂展 E3 上 ，SCEI 的一項發表引發了全場騷動。除了宣布每版主機將以$299發售之外，這一定價比已經公布價格的世嘉土星低了$100。SCEI 還同時宣布將對日版機型進行改款，並在此基礎上降價1萬日元，以$29,800日元發售。降價騷動不只是發生在E3會場，實際上索尼總部內部也炸開了鍋。你們這到底在幹什麼？這種憤怒的回響幾乎震動了整個索尼公司。問題的核心就是降價。為什麼索尼總部會如此震怒？就在E3之後18天，也就是1995年5月29日，東京某酒店舉行了一場以累計出貨突破100萬台紀念為主題的發布會。會上，德中輝久發表了這樣的講話。為了進一步擴大市場，我們推出了普及型機種，下一個目標是1年內達到300萬台。一般媒體的記者們頓時興奮起來，因為E3上的信息他們其實還沒聽到。於是第二天的報紙紛紛報道說，隨着這次降價 ，PlayStation 相比世嘉土星價格差已經拉到了15000日元。同時也寫道 ，PlayStation 自去年12月發售以來，截至5月第4周累計出貨100萬台，銷量表現良好。日本工業新聞1995年5月30日，但事實上當時的情況根本不是良好。在那之前，也就是1995年3月以前，確實可以說主機銷售火爆，店頭經常斷貨 ，PlayStation 長期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可一到3月，情況卻突然變了 ，PlayStation 賣不動了。當累計銷量達到60萬台到70萬台時 ，PlayStation 的增長勢頭突然停住。鐵拳就是在3月推出，可銷量卻沒有達到預期。南夢宮的鐵拳在街機市場原本非常火，大家都認為移植到家用遊戲主機平台後肯定會成為大熱門，結果連這樣一款實力作銷量都沒有達到預期。德中輝久回憶說，我們很快就察覺到了問題，願意花39800日元購買主機的那層用戶，也就是核心玩家層，其實已經基本覆蓋完了。如果連鐵拳都點燃不了市場，後果就很嚴重了。另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實際零售價根本降不下來，即便是折扣店，從發售開始也是一直按定價賣。由於 PlayStation 機型熱門，長期缺貨，市場實際成交價格始終維持在標價39800日元。而且更糟糕的是 ，SCEI 在供貨折扣率上竟然比其他遊戲硬件還低了10%到15%。
可即便如此，也沒有成為推動零售價下降的因素。於是終於有人提出降價吧，大家很快形成共識，乾脆把建議零售價降下來。降多少呢？1萬日元。其實我們原本就一直在等待某個時機，準備開始下調硬件價格。久多良木健對此，久多良木健的想法是，遊戲業務和索尼的語音產品在商業結構和利潤結構上都不一樣。因為設備必須在硬件本身上獲得適當利潤，但遊戲機的盈利模式是硬件和軟件一起構成整體收益組合。硬件就算便宜賣，也可以靠擴大裝機量，再從軟件上賺錢，這才是正常的做法。甚至可以說，遊戲機隨着時間推移不斷降價才是正確的形態。可現實卻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再加上大家一心想擺脫當前銷量疲軟的局面，結論只剩下一個。降價，直接把標價砍掉1萬日元。於是他們突然在E3上宣布，日本版從39,800日元下調到了29,800日元。與此同時，還通知零售渠道提高供貨折扣率。誰知最強烈的反對聲音卻來自他們自己的大本營索尼總部的國內營業本部。對方強硬地批評道，產品上市還不到半年就一下子降價1萬日元，還提高供貨折扣，這完全不符合 AV 和家電流通行業的慣例，簡直是前所未聞。甚至連大型量販店也有人放話說，如果一下子降1萬日元，那以後我們就不賣索尼的產品了。尤其是 PlayStation 作為遊戲機，其零售商利潤本來就已經高得異乎尋常，因此才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彈。就連大賀典雄也說，這是索尼的產品，竟然在產品本身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就直接降價，這種事本不該發生。索尼歷史上從來沒有在同一款產品銷售途中直接降價過。你這樣做對正在銷售這款產品的渠道商說不過去，對已經原價購買它的消費者也說不過去。之所以 SCUI 會把事情鬧得這麼僵，是因為他們在做決定之前根本沒有和索尼總部做任何鋪墊，打任何招呼。按常理來說，像這種重大決策應該事先向相關方面逐一溝通。我們準備出於這些原因這樣推進，到時候還請多多關照。但德中輝久、久多良木健、丸山茂雄這3個人腦子裡根本沒有事先去打招呼這種想法，他們腦中只有一件事：怎樣跨過眼前這個緊迫的門檻，讓 PlayStation 重新回到增長軌道上。至於先向索尼總部疏通關係這種事，誰都沒有想到。於是索尼國內營業本部的高層氣勢洶洶地殺上門來質問，結果德中輝久他們卻回答，遊戲機降價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啊。這一下簡直是火上澆油，總部那邊更是暴怒，有逼問道，既然要降價，那麼你們有沒有仔細模擬過這會對經營造成怎麼樣的影響？有沒有據此採取萬全措施呢？德中輝久他們竟然回答，沒有啊，什麼都沒做。聽到這種回答，索尼內部甚至開始出現應該撤換德中輝久的聲音。有人怒吼，怎麼能把經營交給德中輝久這種人？讓他閉門思過，乾脆開除。德中輝久說沒有做商業模擬，這話並不是在逞強，而是真的。因為無論模不模擬，現實都很清楚，降價之後收支必然會徹底陷入赤字。至於這種赤字究竟何時才能填平，誰也不可能輕易估算出來。所以做不做模擬反而成了次要問題。更何況從最開始，這個項目就被認為是一項極有可能虧到難以維持經營的事業。正因為如此，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就是壓根提不起勁去做什麼漂亮的商業模擬。時間回到1994年2月，也就是主機發售前10個月 ，SCEI 的核心成員曾在三浦半島的度假酒店進行了為期2天1夜的集訓。那家酒店原本是泡沫經濟時期建造的高級公寓，因為賣不出去，後來改成了度假酒店。晚上7點開始，他們在一間3室2廳的套房裡進行頭腦風暴。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流通政策和市场策略的大方向幾乎都是在那次討論中定下來的。但當時唯一沒能確定下來的就是硬件價格。年輕成員們圍繞定價展開激烈爭論，可關鍵人物德中輝久、丸山茂雄、久多良木健卻都不在場，因此始終無法得出結論。等到德中和丸山抵達酒店時，已經是晚上10點以後。此時討論基本結束，大家已經開始喝酒慶祝。德中輝久剛一拉開宴會廳的拉門，一位25歲負責銷售推廣、幹練得不得了的女員工就醉醺醺地撲上來抱住他，大喊：“絕對要賣298，不賣298絕對不行。”
被他抱得幾乎喘不過氣的德州灰酒心裡只覺得糟了，這下麻煩了，因為內存價格並沒有像他們原先預計的那樣下跌。按照過去的經驗規律，這時候內存價格本該開始下行才對，可現實卻恰恰相反。由於 PC 熱潮的餘波，市場價格反而持續上漲，處在異常高位。每次重新核算成本，結果都是成本比上一次更高。正因為內部掌握着這樣的情況，而這些細節並沒有對員工公開，所以德州面對那位女員工高聲要求賣298，他只能露出一臉為難的表情。女員工並不知道這些內情，她只是单純的提出一個再正確不過的觀點：遊戲機便宜才更容易普及，298这種價格根本不可能啊！德州灰酒只能把這句心裡話死死壓住，直到宴會結束前，他都一直被大家追着逼問。九多兩件原本一直判斷，隨着時間推移，內存價格遲早會降下來，可如今這個前提條件已經崩塌了。然而，即便在這種局面下，九多兩件依然樂觀地認為內存價格一定會跌，這根本沒什麼好擔心的。上風越高，谷底一定越深，而且競爭對手同樣也在用內存，所以大家面對的是同樣的局面。歸根結底，只看你能承受多大的流血而已。九多两件，現實情況是，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價格依然居高不下。直到1994年底主機發售時，也完全看不到下跌跡象。結果是，整個1995年高價還在持續。但從結果看，當時在硬件居於虧損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發售，這對於遊戲機業務來說，反而是極其正確的戰略。3DO 的松下和三陽推出獨自規格 PCFX 的 NEC 家庭電子，還有推出世嘉土型兼容機 Saturn 的 JVC， 以及推出 Hi-Saturn 的日立制作所。許多家電廠商都曾試圖進軍家用遊戲機市場，但最後全部失敗。唯獨 SCEI 活了下來。它和這些家電廠商究竟差在哪裡？決定性的不同就在於，那些家電陣容的公司把家電行業的商業模式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遊戲機上，而 SCEI 則忠實遵循了遊戲業務本身的方法論。家電廠商都是先把成本层層累加，再據此決定售價，並執着於讓硬件本身掙錢。而在 SCEI， 九多兩件一直在強調，如果按成本來定價，就一定會失敗。就算硬件虧本，那也只是在剛開始賣的階段。要是銷量已經非常大了，硬件還虧本，那當然麻煩。但在眼下這個階段，就算赤字，絕對金額也會大到離譜。相比之下，如果把成本加上去再定價，那遊戲機這個產品就徹底沒前途了。歸根結底，遊戲業務本來就該是硬件幾乎像免費送一樣鋪出去，真正的收益來自軟件。既然如此，九多兩件的思路顯然是正確的，而且是非常正確。當然，腦子裡明白這一點是一回事，可現實中眼看赤字越滾越大，難免還是會動搖。但九多兩件一直堅持說服眾人，從中長期來看，內存價格一定會降。宏觀上看，這是必然會發生的，所以沒問題。要是在這裡猶豫，那就完了。既然我們是在追一個夢，那就應該做得更徹底。九多兩件這種強烈的信念，最終也傳達給了 SCEI 所有人。於是主機降價提案很快就獲得了一致通過。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降價本身，而在於他們根本沒事先做好對索尼總部的應對。就在局勢幾乎將到談崩之前，九多兩件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如果問題在於同一個型號直接降價不合適，那改個型號不就好了？既然價格要降，那乾脆刪掉一點功能怎麼樣？於是他們決定把 S 端子接口去掉。這當然是個頗為取巧的做法，但想讓索尼總部接受也只能如此。就這樣，以換了型號為名， SCEI 總算獲得了降價放行。那麼降價之後的結果如何呢？1995年7月21日，降價後的新型號 SCPH-3500 以29,800日元發售。結果剛一上市，就以驚人的速度開始熱賣，這股銷售勢頭明顯比3月以前的熱銷狀態還要猛烈。經濟學裡有個概念叫價格彈性，當價格發生變化時，它對成本的影響往往不是線性的，而是被成倍放大。29,800除以39,800的平方倒數，大約是 1.78， 而當時的 PlayStation 銷量增長幾乎就和這個數字完全吻合。德州灰酒說，對我們來說，這次降價不只是為了賺利潤，而是為了實現我們的意志。說到底，這本來就是遊戲業務應有的樣子，所以我們覺得絕對不能失敗。索尼總部那邊當然給了我們很多教育性指導，
但歸根結底，最後還是我們的熱情壓過了索尼。玩山茂雄則說，即便那只是索尼方面口中的教育性指導，但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重大議題。可對我們 SCEI 來說，這是關乎生死必須持續面對的問題。我們是一年到頭都在想這件事，始終維持着那種緊張感。正是這一點，決定性的讓我們變得更加強大。PlayStation 的成功從來不只是一次產品勝利，它更像是索尼內部一場漫長的愛恨情仇。索尼給了它誕生的土壤，也差點用舊時代的規則限制它的成長。而 PlayStation 正是在這場愛與衝突、支持與拉扯之中，最終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入口。制作 PlayStation 發展史不易。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不妨在油管和 B 站關注阿段的頻道，為我的視頻點讚，讓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